大家好，我们新安装的空调在显眼的位置都有一个能效标识的标签，但是这2年新安装的空调对这个能效标识的标签好像坠入了云里雾里，让人看不清楚。这是我们去年新安装的一款空调，下面呢我就为大家解读一下这个能效标签。上面写着一个3级能效，这个很好理解，就是说这是一台3级能效的变频空调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底下这几行。第一行是全年能源消耗效率是 3.32， 这个指标呢其实就是过去的能效比。通俗一点解释呢，就是我们消耗1000瓦的电能，我们可以获得 3.32千瓦的制冷量或者是制热量。下面这一行是额定制冷量是7200，制冷量为7200瓦的空调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3匹的空调。1匹的制冷量在2400瓦左右，3匹呢就是7200瓦。第二行是额定制热量，这个额定制热量呢，应该是压缩机循环冷媒制热，也是7200瓦，再加上2000瓦的电辅热，就是靠电来制热的。靠电来制热的这个电辅热呢，它的能效比是1:1，就是消耗1000瓦的电能得到1000瓦的热量。接下来的这个参数就会使人很迷茫，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。他说制冷季节的耗电量，它的单位呢是千瓦时，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制冷季节耗电量耗了1195度电。有许多人就说制冷季节的耗电量这个说法太宽泛，因为我们的空调有的时候开的时间长，有的时候开的时间短，有的空调呢调的温度高，有的空调调的温度低，并且空调在天热时和天不太热的时候耗电量都是不一样的。但是空调上所标志的这个制冷季节的耗电量，它呢是有特定的要求的，它是指在标准的工况下，空调在制冷运行1136个小时之后的耗电量。1136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假如说我们的空调每天开11个小时，这就是103天的耗电量。103天，3个多月的时间，基本上就涵盖了这个制冷季节的耗电量了。于是呢，就有许多人认为自己家的空调每天开10多个小时，3个多月的耗电量也就是1195度。这样理解也是不对的，因为呢，它还有一个前提条件，就是在标准的工况下。这个标准工况呢，对室内、室外的温度和湿度都是有要求的。它要求呢，室外温度在35度，室内温度呢设置到27度，这种状态下的这个耗电量。当然呢，对湿度也是有一定要求的。假如说室外的温度很高，或者是你把空调调到温度很低，都会大幅的增加空调的耗电量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在夏天，你家的空调开的时间很长，并且室外的温度也很高，而你空调设置的温度呢又很低，你家的空调制冷季节的耗电量远不止1200度。最后一项参数是制热季节的耗电量是872度。它的这项参数它是这样定义的，就是在标准工况下，空调在制热运行433个小时后的耗电量。虽然冬季很漫长，但是对它的耗电量的测试时间呢却是非常的短。那么空调制热时的标准工况是怎样的呢？它的工况是室外温度在7度的时候，室内温度设置到21度的时候的耗电量。制热季节的耗电量就是指在这种条件下工作433个小时的总的耗电量是872度。它这个参数呢很有迷惑性。制热季节耗电量872并不是制热更省电，而是它选取的这个时间比较少，433个小时。第二呢，就是它的工况的标准更加苛刻，它要求室外在7度的时候，一般我们冬季我们室外的温度都在0度以下，最冷的时候呢应该在零下10多度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它所说的制热季节的耗电量肯定没加上那个电辅热的耗电量，因为在它这种工况情况下工作是用不着电辅热的。所以说，虽然这项参数它显示的数值并不高，
其实我们冬季在用空调的时候耗电是非常大的，因为空调的制热性能远不如制冷。如果在开启电辅热的情况下，每个小时呢就是2度电，单一个电辅热就赶上一个3匹空调的耗电量了。因此呢，这个参数最没有参考价值。这个呢是一台格力的1级能效的变频空调，它的能效标识也是一个3匹的空调，请大家自己脑补一下这些具体的参数。